按照钱不是万能的，但一定是万代的这一黄金定律，这么些年里，日升和万代为高达机体捣鼓出的强化形式之丰富，其实不比隔壁蒙面机车人逊色多少。按照高达系列里一贯的传统，如今主角机体的强化迭代，并不一定必须战斗报废才能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光这一点就能让这上个世纪的那些主角机们羡慕哭了。作为新时代的吸金楷模，能天使自然也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能天使那些依靠追加装备实现的版本升级。在本体上套马甲，作为经典强化路子，其源头可能是当年元祖高达在 TV 版里的各种合体变形。经过 DX 高达与激烈鹰以及 GP03D 之类的机体发扬光大，很快就成了强化形态里的人气项目。即便这些强化组件普遍因为比例偏大，一直很难混到什么正经模型化的机会。不过，流行装备 G-Self 的高扭力与突击背包之类的东西也依然在不停的出，而能天使也自然不能缺席。作为能天使动画中的第一个外挂强化形态，基恩装甲模组异形是能天使与基恩武装战机一型合体之后的形态。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天人为了强化战力，造了两个拿来当决战兵器的大玩具，分别强化能天使与力天使两台高达，并以两机首字母命名为一型与 D 型。其中一型使用了 GNR00 基恩电级战机和雪崩型能天使高达的雪崩组件的数据，通常连接在强袭用货柜的后方，与货柜分离后可以和高达合体变成基恩装甲模组。由于基恩武装战机本身并没有基恩太阳炉，因此必须依靠高达作为动力来源，不过还是可以靠基恩电容器里事先累积的基恩粒子当作能源运行，进行一定程度的单独作战行动，作为打开新局面的辅助机械。基恩武装战机投入战场时，与联合国部队开始成立的时间有关。由于联合国部队的诞生与伊欧利亚计划第一阶段的预测相同，因此战术预测员黄察觉到这个情况后，便立刻委托技术人员，希望能领取基恩武装战机。基恩武装战机是为了与三大势力联合决战而开发的机体，基恩装甲模组异形可以在能天使高达里进行整体的控制，而基恩武装战机有驾驶员时则可共享控制权。在 TV 动画里，其合体后的控制就基本是由两个驾驶员共同操控，其中刹那主要操控高达、爪钳、大型基恩剑、基恩光束枪的部分，拉塞则负责了基恩武装战机的基恩加农以及基恩立场产生的操作。基恩武装战机在生产时，其目的并非用来补足高达的弱点，而是倾向加倍发展特长。因此，一型作为搭配能天使高达使用的装备，被安排了大量重视格斗性能的武器。只不过同时还兼顾了 MA 级别的炮击火力，是将格斗能力与炮击能力高水准融合的机体。其主要武装为两门大型基恩光束加农炮，具有 MS 等级无法比拟的破坏力。左右两边的大型基恩剑在与能天使高达合体后，相当于手臂装备了更为大型的实体剑，可以贯穿基恩立场。脚部处带有格斗用的爪钳，可应付来自下方的攻击。在大型基恩剑内侧装备有基恩光束枪。基恩装甲模组异形的武装都突出了以格斗为主，同时具备高水准炮击能力的特点。与高达对接后的基恩装甲模组可以产生更加强大的基恩立场，提供优秀的防御能力，并且可以启动三红状态，短时间内大幅强化机体性能。只不过最终这款决战兵器在战场上的发挥其实并没太理想，毕竟作为对手的阿尔瓦隆也是 MS 套 MA 的套娃设计，大家的思路最后还是想一块去了。不过动画里的机设毕竟要考虑到作画方面的因素，所以机设过于复杂也是不合理的。只不过到了模型玩具这个财团 B 最熟悉的领域时，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模型反而需要大量增加细节与隐藏机构，来丰富原本机设的可玩性。于是当 MP 系列准备发售基恩装甲异形时，也对其机设进行了大幅的魔改。在这款即将于6月发售的 MP 模型身上，新增了很多原本机体没有的设计。个人觉得这也是财团 B 在成品模型的魔改上罕见的没有画蛇添足的情况。首先是两把大型基恩剑拥有了变形功能，可以像钳子一样张开，核心部位还能伸出巨大的光束刃，而原本高达脚踏的基恩爪钳，其结构也被进一步细化，
变成了类似机械臂的构造，爪钳中心也同样可以射出光束军刀剑刃。除此以外，设计师还对巨大的基恩装甲重新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将其分割成了多个单一组件，让能天使不再需要搭载全部装备才能作战，可以根据战况选择安装某一独立单元。比如能天使武器太多用不过来怎么办？那就增加手的数量吧。基恩装甲中的基恩点击单元，其上收纳有2支机械臂，可以握持基恩长剑、基恩短剑等武器使用，解决了高达没有嘴没法还原3刀流的烦恼。除此之外，也有只搭载基恩佳能的重火力炮击形态，以及直接在基恩点击单元上安装大型基恩剑的格斗形态，搭载了所有带有武器的组件与主翼的超高速巡航形态，以及搭载了除去基恩头部单元、基恩点击驾驶舱单元与主翼以外所有组件的基恩装甲简易装着形态。只不过由于2把大型基恩剑尺寸过长，导致格斗形态直接搭载后，能天使有一种和红色异端装上星星臂异曲同工的美。同时，作为 MB 基恩装甲的前奏，万代之前还推出了一个新版的能天使，其本体与之前无异，只不过武器配置更加猛男，增加了一把比基恩剑还要唬人的大剑。在玩具的背景设定上，财团 B 是这么解释的：在开始武装介入不久后，天人开始着手于各台高达的强化，2联动力系统与概念型基恩背包就是其中的产物，而搭载着这一系统的能天使与力天使就是这次要卖的货了。很显然，天人在武器强化上也明显是看人下菜，毕竟人气没那么高的主天使与德天使在这么多年后都没有混到太多追加装备，力天使与能天使倒是一个接一个的出。按照财团 B 的说法，所谓2联动力系统是将2具基恩太阳炉进行直列连接，获得2倍粒子量的系统，与后来开发的双重重力系统并非同一系统。2联动力系统在强化现有高达的同时，也计划在第4世代高达上配备成为标准装备，但若使用势必要增加太阳炉的数量。于是衍生的问题仍需解决，同时也只因为只是试验运用的缘故，其中一具基恩太阳炉使用基恩粒子储存罐替代。当然了，大家也都不难理解，这只是财团 B 为了卖玩具临时起意增加的玩意儿，而这一版本的机设真正的本体自然也不是跟原版没啥区别的能天使高达，而是它背后的概念型基恩背包以及手中的基恩闪耀巨剑。其中概念型基恩背包是2联动力系统的追加装备，基本设计概念是随着粒子量的增加，令武器也随之多重化，也因此追加了万代最喜欢的辅助机械臂来握持武器。背包的中央部位原本预定内藏专用的基恩太阳炉，但目前仍未实现，只能使用基恩粒子储存罐替代本背包侧的基恩太阳炉，其控制装置的一部分和本体的基恩太阳炉结合，借此节省空间。而基恩闪耀巨剑同样采用新技术，除了当做物理武器使用外，还可使基恩粒子附于剑身，当做光束军刀使用，也可以在剑身表面展开粒子立场当盾牌使用，可以说是对近战机体如何接近敌人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该武器的技术沿用到了后来的基恩剑2上，不过因为技术的标准化而废除闪耀之名。当然了，作为 MB 系列的另一卖点，这款概念型能天使还可以使用原本正义女神高达使用的全部装备。万代言外之意，想必大家都能看出来，买吧！您觉得万代在 MB 系列上对于能天使高达的2次创作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